那刘医生，我们这边呢也总结了咱们观众朋友们的一些问题哈。首先呢，我们也收集到了，我们先问您来第一个哈，比如说我经常感到腰酸背痛，是不是我得了骨质疏松？有这么绝对吗？这样一概念吗？这个骨质疏松有一个常见的症状，也就是腰酸背痛，有的全身骨头疼。具体有的你问病人是哪儿疼，他说我哪儿都疼，晚上也睡不着，哪儿都不舒服，但是查各个器官都没什么问题，都是不自在，但它不是特异性的，它可以作为一个如果有进一步的确诊手段的话，可以诊断为骨质疏松。因为有的好多问题也会腰酸背痛，比方说一个劳损性的这个劳动过多了，体力活干多了，腰肌劳损，还有就是常见的坐办公室的久坐的腰间盘突出，甚至这个常见的老年这个膝关节炎、关节炎也会引起类似的一个疼痛，但是骨质疏松的疼痛其实是一种微骨折。尤其是脊柱上，脊柱变形，它没有什么很大的感觉，只是觉得一个全身性的症状，无意当中拍片显示这个脊柱椎体，变扁了，可能是在某一个时段就微骨折了，这也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别是那种我就是翻身了、起床了，或者轻微的活动。就会有的会缓解，有的会加重，反正就是不知道哪儿不舒服，也找不出问题来，这个要去排除一下这个骨质疏松。说是单凭这个疼痛是无法确诊，如果去确诊，需要去医院做一些专门的检查。尤其是比较敏感的就是脊柱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身材矮小。驼背，这都是跟脊柱有关系的，几乎就也能判断，就是综合来判断吧，这个骨质疏松。刘医生，我有一个特别想跟您请教的问题哈，您比如说在早些年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大妈的脸基尼特别有名，就是我们为了防晒，那我们知道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非常爱美的老太太包括我们老爷子，对吧？大家喜欢去跳广场舞，那我怕晒黑，我不想露脸儿，我同时呢我还涂了这个防晒霜，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没有办法预防骨质疏松了呢？确实是，确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因为以后这个老龄化越来越多，人们对这个我老年人我也得需要这个白皙的皮肤美丽的容颜，确实我刚才也提到了，晒太阳它是有时效性的，不是暴晒，如果不加防护不加防晒霜，确实也不应该，也不对，但是加了以后，我就担心我这骨头松了怎么办？其实我刚才提到了，我提到这个防晒的部位是没有提到这个手和脸，大部分人都是护这个，我这个手不能太黑了，我脸不能太黑了。其实可以，我有意识的我想，我又爱美又想预防骨质疏松，我可以有意识的暴露一些特殊的部位，比方一个手腕了，可以那个部位先可以不用涂这个防晒霜。晒个10分20分钟，然后再涂上，这样的话就既我们不会再被太阳晒的暴晒变黑，又可以增加一些这个阳光的照射，促进这个微粒的吸收转化。其实也不必说是全身都涂抹或者是暴晒这种过激的行为。刘主任，您看刚才跟我们分享的关于分时分区去晒太阳这个问题哈，其实呢，我们现在不管是老年人也好，还是说咱们这个年轻人也好，我们经常会走到户外去晒晒后背，来补充一下我们的这个钙。那我想问一下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晒的过程当中，是我单纯我站在这儿就好了，还是我们要配合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要捶一捶呀，拍一拍？关于这儿您是怎么建议的？其实这个晒太阳也不是单纯的我待在那儿一动不动暴晒，其实适当的
刚才我提到微微出汗，可以在运动中，可以晒太阳，也可以，在沙滩椅上，肯定有人按摩绝对是有效的，它也通心活络呀，血液循环加快了，也会促进这个微粒的产生。其实静止不动的晒太阳也不是特别有效的，反而容易产生一些就晒伤，甚至有的脱层皮，有的甚至过敏，有的对这个光过敏的，时间长了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后果。